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烂片大王被导演劝改行，12年后他终于凭借《莲花楼》成了顶流。你这辈子都做不了演员，还是趁早改行吧。12年前，诚意曾经试戏时被导演当场拒绝。12年后，诚意是否让导演一语成谶？故人逢、江湖梦、热血涌、侠义传，一部由诚意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剧《莲花楼》被央视盛赞。2025后顶流小生诚意化身剧中四顾门主李香怡，一次武林交手后身受重伤，退隐江湖改作郎中李莲花，后又重新卷入江湖恩怨的故事。实力演技派的诚意一人分饰两角，从李香怡的年少轻狂到李莲花的成熟练达，从江湖游侠的隐遁到复出江湖正义决绝的离世。诚意一改琉璃剧美强惨的雨丝风人设，给人一种英雄悲壮的悬念剧情。33岁的诚意力挑莲花楼的大梁，创下了上线18天突破站内过万的战绩。最终以莲花楼一战封神的诚意，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。诚意留给观众的印象大多从电视剧《琉璃》中的雨丝风开始，高颜值的诚意笑时令人治愈，严肃时给人一种拒绝的高冷，迥异的表情反差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美。雨丝凤即便吐血的造型也足令人凄美动容。2025后的诚意出生于湖南怀化，父母是当地有名的生意人，家境优渥。据传，诚意第一次参加节目还得多亏了父母的人脉。诚意原名傅诗琪，极富诗意的名字，有点淑女的味道。改名诚意，也是后来经纪公司感觉诚意先前名字有些女孩化，为个性化包装需要，取诚意的谐音，寄予诚意脚踏实地精于演技的美好愿望。诚意名字像女孩，连相貌也长得婉约，帅小伙诚意的呆萌样有点像邻居严厉的俏姑娘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诚意有点大器晚成。唐宫美人天下21岁的诚意第一次讨了个配角。恐怖电影《鬼爱》，诚意首次试水男主，诚意连主题曲都包揽下来，结果观众并不买账，豆瓣评分5.4，被观众骂作烂片收场。影视圈的许三多诚意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，无论古装现代，不论角色大小，哪怕是跑龙套，每一次都是历练，绝不放过每一次露脸上镜的机会。为了积聚人气，诚意曾在湖南卫视的大火节目《1年级毕业季》担任科班生队长。诚意爆棚的颜值加上节目中有担当的表现，让诚意收获了一波铁粉。古装仙侠剧《青云志》，尽管当时剧组大咖云集，但作为主演的诚意却并没有激起浪花。经纪公司为了刻意吸粉，特意将诚意的行程细节放大公示，但相比其他知名艺人，诚意仍旧是庭前冷落车马稀。你这辈子都不会演戏成功，不如趁早改行。想起当年拍戏时遭遇导演的冷眼，诚意少向人提及的往事，始终成为诚意奋起直追的能量。电视剧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在影视道路上，演技日臻成熟的诚意首次一人分饰两角。剧中的表现，诚意名如其人，确实对观众满满的诚意。无论是面孔高冷的张起灵，还是热血少年的张不逊，足见诚意沉稳内敛的戏功。无论青云志中的林惊羽，还是秦岭神树潜入怒海沙中的张起灵，无论是快琉璃中的雨丝风，还是莲花楼中的李莲花，诚意从默默无闻的跑龙套到一朝爆火，实力演技派的诚意为了追求逼真效果，凡涉及到武打戏份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全部真人出镜，更别提寻找替身。诚意在拍摄琉璃时，吊威亚撞上了石壁急速坠落在的，导致腰部摔伤。沉香如屑拍摄现场，诚意从4.5米高的屋顶重摔，
腿骨断裂，只得打上石膏。拍摄《英雄志》之后，腰伤复发的程毅再次住进医院。拍起戏来英雄无畏的程毅，怎么也无法与平时90后小鲜肉形象关联在一起。荧屏下的程毅，妥妥的惊艳男神，面相清秀，温柔可人。一袭素洁的白衬衫，口袋上镶嵌着精致的刺绣。镜头前的程毅时而抿嘴狡笑，时而又是一副酷帅的表情包。可即便如此，敬业以清纯形象示人的程毅，也免不了娱乐圈的是是非非。2025年程毅的首部火爆剧《琉璃》，让程毅成了众望所归的8月男友。程毅饰演的司风与袁冰妍饰演的女主玄机被影迷磕起了 CP。剧中两人太过吸粉的爱情，成了观众绕不开的话题。为迎合粉丝的追粉热情，快琉璃剧组的一场线上云歌会，不料互动过后却让程毅疯狂脱粉近10万。程毅被指素质低下，甚至遭到有人以歧视女性、没有职业道德对程毅横加指责。8月男友的美誉瞬间不保。这一切源于程毅在云歌会上与袁冰妍的一个亲吻。在主持人的提议下，两人重现剧中一段吻戏。程毅原本想来个借位配合，满足观众磕 CP 的热情，不料袁冰妍来了个直接亲吻，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程毅在以后的互动环节再也难以调整好状态。为了避嫌，程毅面对粉丝的狂磕，保持与袁冰妍的刻意疏离，但主持人为了讨好粉丝，尽可能将两人牵扯到一起。程毅避开主持人当众引爆的话题，没有提到袁冰妍，这下刻意的避嫌打消了观众的好奇欲。在主持人的误导下，引起了观众的不满，不尊重女性，无视袁冰妍的存在，甚至有人夸大其词，指责程毅逼哭了袁冰妍。自己的想法却遭人误解，避嫌也成了对人的伤害，程毅比卖惨还惨。好在不为网暴，永葆演员初心的程毅10几年的摸爬滚打，重演技不炒绯闻，哪怕籍籍无名也甘做娱乐圈清流。最终以莲花楼杀出娱乐江湖重围。岁月催人老，但才过而立之年的程毅仍旧岁月不败，帅哥常在，难得有颗恬淡之心。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不华亦争宠。该来的自然会来，该远离的终归会远去。